中国无人机被禁用，第一个哭的就是美国自己。大疆领先地位势不可挡。大家好，欢迎收看马超说。中美博弈的背景之下，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定位是不再模糊与摇摆，而是直接将中国明确为头号的竞争对手。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许多美国的联邦和州都在出台有关的立法，打压中国的无人机。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却披露对于这种试图禁止大疆的趋势，美国各领域的无人机操作员，从搜救到农业和科研单位都感到紧张不安。他们痛苦地意识到，中国无人机已经无法取代。其实呢，美国不是没有想过要找替代品，美国不仅找过，而且还想自己研发。为此五角大楼启动了一项名为蓝色无人机的计划，就是用美国制造取代中国无人机。结果是什么呢？是美国砸了大量的资金、技术人员，但是许多的无人机使用者却都在抱怨，美国研制的无人机价格又贵，性能又差，成本远远的高于中国的无人机。根据媒体的报道，美国内政部官员在写给拜登的备忘录信息中，对五角大楼的蓝色无人机计划是大倒苦水。不仅其价格要比大疆高出8到14倍，而且也只能满足20%的任务需求，效率远比不上大疆无人机。这个数据也在进一步得到了证实。今年4月，美国佛罗里达州宣布对中国无人机实施禁令之后佛州议会研究通过了2500万美元的拨款，给执法部门更换无人机，而这一举动却是引起了美国执法部门的抗议。佛罗里达州的议员怒斥这项禁令完全就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如果全部更换成美国无人机，将至少花费2亿美元。美国阉割版的无人机最便宜的要7800美元，复杂的型号价格直接飙到了21000美元。而相比之下，大疆供应给美国的无人机平均价格只有2100美元，这价格简直就是天壤之别。美国这么大费周章的禁用中国无人机，不惜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也不回头，是为什么呢？像针对其他中国技术一样，美国对大疆无人机的敌意已经酝酿了许久。从特朗普政府开始，就以所谓的数据安全隐患为由，对中国大疆开始下手。纵使大疆找来独立信息公司，对大疆在美国的产品进行了审查，所有的结果都显示大疆无人机没有把美国的数据传回中国总部。但是美国政府依然不放手。答案很明显，美国就是要搞大疆。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要搞大疆呢？因为大疆在全球市场占有率太高了，什么都要充当世界第一的美国当然是不乐意的。美国意识到再不打压大疆，等大疆占世界的市场100%的时候，就彻底没有招了。尽管美国宣布将大疆列入所谓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中，也难以扭转大疆仍然占据美国市场第一的局面。然而有趣的是美国政府一边对中国无人机搞禁令，来试图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但是自己却又一边用着中国的无人机。根据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显示蓝色无人机至少有4个型号里面含有大量的中国部件。美国农业部也在以调查研究的名义购买大疆无人机。中国无人机的数量在美国农业部的无人机机队中约占2/3。美国这下是钱花了，事情也没办好。如果你是客户一边1/10的价格能100%的完成任务，而另一边是10倍的高价，只能完成1/5的任务，我相信傻子都知道该怎么选。不过美国在打压中国这条路上是10头牛都拉不回来了。凡是有中国的地方，美国就一定要反对。对中国如此的歇斯底里，这是一种病是得治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聊。